从这个习胖提出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开始，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国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那么最终发展到最后呢，有一句大家曾经很熟悉的话，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后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现实，对吧？因为你现在被外界诟病的最主要的就是国家补贴、国家扶持，由国家在背后扶持，所以中国出现了很多畸形的企业。就中国的国企，它本身占有的资金很大，比重很大，大到整个国家都向它倾斜，包括国家财政，除了拨款以外，贷款上也是享有优惠的，甚至不惜一切成本，在全球抢占各个国家的市场份额。我们原先曾经注意的，像中兴是吧，华为，那么海康威视、大华这样的企业，都已经被列入了制裁的名单。下一个就是抖音，对吧？他说他已经国际化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他展开调查。那中国还有很多在国际社会中曾经非常耀眼的明星，现在也在被关注的中心，在风暴的中心。前些年我们经常看到是反倾销，欧盟这个世贸组织内部进行的反倾销调查，所以涉及到2016年有一个市场国家认定的问题中国政府闹了很久，闹了至少有2年，到2018年年底才正式放弃这个要求就是市场国家认定无所谓了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没有办法成功，没有一个国家明确的表示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你原来所有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半市场经济的国家，你没有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要求党管一切，去年给企业包括民间企业派党代表今年开始派会计，加速对民间企业的监管，同时加强了混改的速度。混改2013年提出来，2015年就开始有试点，2016、2017很多著名的企业都已经混改了，只是大家没有关注它而已。那么混改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个公私合营的2.0，是吧？就这么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现在我们遇到的是民间企业，它具有这个传销好掉头，那么肯吃苦，善于学习，其实也善于循会，对吧？他们无论是在国际经贸往来中，还是在国内都是一枝独秀的。开放私营企业，承认是私营企业在中国现实社会中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有效的组成部分，也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但很快习胖上台以后，基本上就把它推翻了。推翻了以后，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报表中，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所占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甚至就业也在60%以上。那么把民企都掐死了，都让你混改了，最终形成国营企业一枝独大。其实走到这一步，它就涉及到效率问题。那么到底是政治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现在就要看这个东西了，对不对？那么国企我们知道，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家关注的支柱型产业，或者说未来的支柱型产业，它根本不考虑效益，它考虑到的是今后对国家的运转是不是有帮助，它甚至可以牺牲眼前利益
他图长远嘛，对不对？放长线钓大鱼。但是总体上来说，这种选择在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中都会被认为过度补贴，那么形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我们知道，大多数国家没有权利干涉民间企业，甚至有一些企业，即便陷入了灾难性的事件，国家也仅仅是短期把它拿过来，等企业缓过气来以后，还是会把它放出去，继续让它私营。国家曾经有过的扶持，就扶持了，对吧？不会跟你找后账。那么，在国际经济大潮中，即便有再大的跌宕，没事儿，国家给你撑腰，对吧？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都出现了私营企业在困难的时刻向中央政府求援，获得国家来给他帮助，让他度过艰难期。这种情况很久之前有，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更多。国营企业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官督商办，就这么一个观点，其实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的洋务运动仅仅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了40年，就我们的起步比人家晚了40年。但是中国呢，它是所有的这种举动仅仅是为了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学西方只学了技术，根本就不敢动制度，甚至没有探讨过制度的问题，到后期实在玩不转了。包括这个甲午战争摧毁了洋务运动所有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应该还有一个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先是摧毁了南方沿海地区，是吧？广东摧毁了他们的幻想。甲午是把整个北方的基础也给你连根刨了。所以应该来说，到清朝末期开始有转变，有一些转变。这个转变是开始考虑制度了，准备搞君主立宪了，预备立宪了，其实已经晚了。中国现在面临的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所有的改革开放，它几乎就模仿的洋务运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党容忍的有限度的经济自由。但是他们感觉到不行，是吧？这个民营企业越来越大，它必然要寻求在政治上的代言人，甚至有一段时间，中共开放了资本家入党，希望把资本家吸收进来。其实到这个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吧？它的性质已经变了，因为它原先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实现人类大同，要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吧？代表工农的利益，那你吸收大资本家进来，你算什么呢？对不对？政党的性质其实已经开始改变了，中国已经从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现在正在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说白了就是走向第三帝国纳粹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经济上你跟世界各国玩的东西不一样。原先人家认为给中国带来经济自由的同时，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最起码是可以期盼的。那么中国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以后，必然会寻求政治自由，更宽松的政治自由度。那么在这个时刻，中国的和平演变是指日可待。习胖上台以后，摧毁了全世界对中国能够自我完成向民主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这么一个幻想。其实
整个国际社会已经看得很明白了，人家有的说了，有的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基本上这个观点都已经形成了，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那么你现在继续跟人家玩制度之争，你说你有多大的自信，是吧？这个说来说去，说的连自己都不相信了，连本党同志都说服不了。那么面临到现在的这个情况，其实中共本身没有什么派系之争，所有的派系都是为了保党，无论他走的哪一条路，都是更好的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权，保持他的执政地位，只不过是党内的各个山头互相之间在桌子底下互掐的问题啊，这个其实不应该被人们当做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今后将出现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它牵涉到利益，对吧？中央政府如果说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不吃香了，玩不转了，那么各个地方会寻求自己的突破，在这个时刻，中央和地方之间必然要产生分歧。地方要自救，中央要维权。那么中央的维权是靠钱啊，作为一个中央政府跟世界各国打交道，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得外部资源，利用对手上掌握的资源，包括从国外采购来的物资进行一个再分配啊，通过它来管理各个省。因为中国属于那种南北差异比较大，国土相对还是算比较辽阔的，那么它带来的一些问题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各地的这种争抢，大家都想更紧密的围绕在习胖周围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属于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是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你拍他马屁嘛，你自然能升官发财，对吧？但是很多地方的封疆大吏其实不要升官，他们在地方过得很好，他们甚至最主要的工作是为了保住目前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们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你让他重新回到毛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就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他知道毛时代意味着什么。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封疆大吏迟早有一天会发出与中央不同的声音，这是没有选择的，没有疑问的东西，只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中央的威权能够保持1年还是2年，是吧？那么如果说还希望，或者说还在推断中共能继续执政10年20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一个看法，因为他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了。中共目前的执政团队，他们没有能力控制一个国家，仅凭他们自己，如果说各个地方政权不向他们靠拢的话，他们仅凭目前的人事权就想管理一个国家，这是没有可能的。其实管理任何一个国家都跟管理一个公司是一样的，甚至小到管理一个社区，你能拥有的无非就是人财物3个权利。那么人事权是基于你对财力的支配，如果你在国际社会中没有源源不断的获得外部资源的可能，你对各地封疆大吏的这种诱惑力就不会太大，然后你在单方面的强调人事权的重要性，就仅仅是强调了。占领不出中南海，这是可以预期的，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中国目前还在谈
国企的效率，是吧？国企做大做强做优以后，能不能更好的为现实中国提供运转的这种必要性啊，这种可能，应该来说都是很虚幻的事儿。从我们知道物资的紧张，到全国制造业快速的萧条，对外组装加工业因为外资的撤离，产业链已经支离破碎了。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抱有预期，抱有经济有可能停止下跌的这种看法，应该来说都是不切合实际的。从长远上来看，国际社会与中共实行的这种脱钩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那么中共自己在宣传的国企有多大的优势，甚至宣传精神上的力量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它只是一个宣传。那么这些宣传的背后反映出来，从习胖开始的这个团队对各地的这种管束，他心里已经没底了。在尼泊尔谈话中曾经有一个说，分裂国家必然要粉身碎骨，这种威慑其实不仅仅是针对香港或者针对台湾，它也是针对各个省份的。今后的中国肯定会在一个低效率的情况下维持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内经济因为国企的比例过大，效率自然会降低。那么经济运转不正常了，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地方官默许的群体性事件会越来越多，而且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加残酷。中国未来的变化，第一个倒霉的是老百姓，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变化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这个集权会退出历史舞台。未来无论是哪一个政体，都会比现在要好很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有足够的全国性的威望，所以压制舆论，完全走制度独裁道路的这种集权是不会产生了。即便出现一个个人的独裁，不过就是一颗子弹的事儿，换人换岗。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想清楚一点，即便今天我们遇到的黑暗时刻再困难，但是它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我希望每一个人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抱有美好的期盼，因为这是我们能够熬下去的唯一的可能。好了，谢谢大家，再见。